真正困住你的不是这个世界，而是你对世界的认知。明白这12条人生原则，你的生活就顺了。改变旧的观念，便能获得新的生命状态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艾丽。我会在这里和你们分享有关于我灵性成长的 vlog。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型的分享的话，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，并且按个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哈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接下来的影片哦。感恩，谢谢你。你们都看过我上一集的影片了吗？如果你是刚刚看到我这部影片的新宝宝，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，先把这部影片的上集看完哦。那些已经看了上集的宝宝们，你们知道你们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了吗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哟。那么我们在上集里谈到了6条的人生原则，分别是：这个世界上没有2个一样的人，一个人不能控制另一个人，有效果比有道理更重要，只有感觉拟造的世界，没有绝对真实的世界。沟通的意义在于对方的回应，和重复旧的做法只会得到旧的结果。在这6条原则里，你们有领悟到什么了吗？好，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到第7条原则咯。第7，凡事都有至少3个解决方法。我们都会经常听到，或自己也会说我没有办法。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逃避和自欺欺人的说法。陷入困境的人处理事情只用一种做法，并固执地认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。对事情有2个做法的人也会陷入困境，因为他给自己制造了左右两难的局面。有了第3个做法的人，很快便能找到第4、第5甚至更多的做法。那些经常说着我没有办法的人，其实说的是我不想改变。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都可以从任何事情上找到3种甚至3种以上的解决方法。有更多的做法，就会有更多的选择，有选择就有能力。现在不成功，只是说明现在用过的方法都得不到想要的效果。没有办法，只是说明已知道办法都行不通。世界上常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想过或者尚未认识的方法，只有相信常有未知的有效方法，才会有机会找到它，并使事情改变。不论什么事情，我们总有选择的权利。没有办法使事情画上句号，总有办法则使事情有突破的可能。没有办法对你既然没有好处，就要停止想它。总有办法对你有好处，应坚持这样想。为何不使自己成为一个找出方法的人呢？第8，每个人都能做出最好的选择。每个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些需求。每个人的行为对他的潜意识来说，都是当时环境里符合自己利益的做法。在我们生活中，经常会出现父母控制子女，干涉子女的选择。这是因为父母觉得子女的选择不好，不如父母想的周全，或者父母觉得子女这样会受苦等。父母通常不相信子女会做出自己最好的选择，总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。事实上，每个人都能为自己做出属于自己最好的选择，即使那些选择看起来不如我看到的好，但好并不重要，真正的适合才重要。有些选择看起来确实不足够好和完美，但确实最适合对方的。当一个人觉得舒服、开心，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，那才是真正的幸福。第9，人人都可以使自己快乐、满足。每一个人都有过快乐的经验，也就是说，已拥有使自己快乐的能力。所有事情或经验里面，正面和负面的意义同时存在。究竟是我们的绊脚石，还是垫脚石呢？最终还是由自己来决定。快乐和满足本身就没有标准的定义，没有对与错。第10，灵活性的应变能力。灵活便是有1个以上的选择，选择便是能力，因此最灵活的人是最有能力的人。灵活来自减少执行自己的一套信念、价值观和条规，多凭观察而运用环境所提供的其他条件。灵活就是适应，
就是接受。灵活是使事情更快产生效果的重要因素，因此也是人生成功快乐的重要因素。灵活也是自信的表现，自信越不足，坚持某个模式的态度会越强硬。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和可能性，便是灵活。在一个群体中，固执会使人们紧张，灵活会使人们放松。灵活不代表放弃自己的立场，而是允许自己找出三赢的可能性。在沟通中，明白不代表接受，接受不代表投降。灵活是用自己的步伐去做出改变，而固执则是在被逼的情况下做出改变。第11，没有失败，没有错误，就没有回馈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失败，失败和成功就像世间的阴阳，是互相转化的。失败往往包含着很多非常有用的信息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回馈，然后更加接近或者获得成功。如果我们可以把每次的失败带来的教训掌握了，也就转化成学习的过程。自信不足的人，其潜意识里总是在找我不用干下去了，或者我就是不成功的借口，失败2个字便容易冒出来。不愿意接受有失败的可能，便没有资格享有成功的机会。成功和失败永远是一体两面的，接受了失败，掌握了失败传达的讯息，那就可以成就真正的成功。第12，动机和情绪不会错，只有行为没有效果而已。我们总说好心办坏事，坏事是行为导致的结果，但是动机和情绪更为重要。一旦我们看到对方的动机和情绪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沟通的方式，让对方以更好的方式来行动，最后达到好事的结果。如果我们因为结果和行为不满意，从而否定一个人的动机和情绪，就等于否定了那个人的全部，那感情流动的连结就断开了，2个人就没有交流，从而产生矛盾和冲突。接受动机和情绪，便是接受那个人，那个人也会感觉出你对他的接受，因而更愿意让你去引导他做出改变。任何一次行为绝不等同于一个人的全部。行为不能接受，是因为没有效果，或者效果不满意。找出更好的做法，把这当作2人的共同目标，便能使2人有更好的沟通和关系。这些是需要时间去磨合的，耐心也是很重要。各位宝宝们，你们在今天的分享中学到了多少呢？人生的12条原则，说多也不是很多，说少也不算少。那你们究竟能够理解多少？能够掌握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些跟有没有智慧没有关系，只看你愿不愿意接纳自己，接纳别人，接纳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。凡事往多个方面想，清楚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。我们都是来当观察者的，在任何事情上当个见证人就好，不要太执着。生命是自己的，不要迷失在别人的评价里，用心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爱丽与光祝福你们，我爱你们，一定要活出自己，一定要幸福哦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把它分享出去，让更多有需要的人感受到光与爱，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。感恩 Namaste，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